身处分段知识，心存健康之道。大家好，欢迎来到健康1+1防疫身心灵，我是9九。夏天啊是吃水果的好时机，不过竟然有一位60多岁的阿姨啊，因为天天吃香蕉，结果吃到昏迷送急诊，心跳1分钟只剩下42下。还有另外一位是洗肾的患者啊，因为狂吃西瓜，最后竟然喘不过气，肺积水送到医院抢救。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危险的往往不是这些垃圾食物，而是那些披着养生外衣的健康食品啊，有些像沙拉呀、西瓜呀、蔬果汁啊、蛋白粉啊，到底哪些人要特别的小心，又该怎么吃才可以养生不养病？想了解的朋友，请继续收看直播。还没订阅频道的朋友，赶快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好的，今天的直播欢迎观众朋友加入，您可以在留言区留言跟我们互动。首先介绍今天的嘉宾是亚洲大学附属医院腹膜透析室主任林宣任医师。Hello， 林医师你好。嗨，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林宣任医师。嗨，林医师您好。刚才呢，我们讲到这个案例就是您的病人，等一下我们会好好来跟您讨论了。但是我们先来讨论香蕉。我们讲到香蕉，它真的是很营养丰富，因为我们过去也做过很多关于香蕉啊，对于人体健康的一些营养价值，而且它非常。因为它的果肉很软，所以有一些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其实也很喜欢吃香蕉来补充营养。但是我记得您提过哈，有一位60几岁的阿姨因为吃香蕉昏迷不醒送急诊，请教一下林医师，这到底怎么回事呢？其实大家知道我们肾脏不好啊，就是我们肾脏有很多功能嘛，排水跟排毒啦。那其实我们钾离子是我们肾脏排不大出去的，所以我们一般肾脏不好的都会建议他说钾离子食物要特别避免。那刚刚提到的香蕉就是高钾食物的代表啦，就是香蕉大家长者很喜欢，牙口不好喜欢吃嘛，排便不好也有很多人喜欢吃香蕉，然后又很方便可以带在身上。但是像这位阿嬷，就是她肾脏功能不大好，肾脏不好分5期嘛，第1期最轻，第5期最重，她在第4、第5期啦。然后就是吃香蕉，她觉得大便大不顺，然后呢就开始吃香蕉，然后香蕉吃一吃久，钾离子我们正常是4左右，但它到6跟7啦。那基本上大于6.5就有心律不整的机会。像这位阿嬷就是来的时候心跳只剩下4几下，她已经是窦性心搏过缓，再严重呢就会跳心律不整，甚至更严重就要电击啊，电击可能还勉勉强强回来了。所以我们一般肾脏不好的，千万要注意高钾食物，那香蕉就是高钾食物的代表啊。哦，哎，所以那这位阿姨啊，其实等于是说她自己本身不知道她不能吃那么多香蕉嘛？还是说她觉得啊，反正吃一吃也没事？然后因为阿姨60几岁，可能牙口也不是很好，所以她就会有这种方式来吃香蕉。所以这个部分可能我觉得有肾脏不好的人还是要特别注意。那么我们就进一步想请教一下林医师了。因为慢性肾脏病的患者，其实对于饮食方面真的是要特别注意。那如果对于他们来讲，怎么吃香蕉才可以比较安全呢？比如说肾脏病有分等级啊，是不是比较轻度的人就可以不用这么担心呢？对，的确其实肾脏病分1到5期嘛，那我们一般嗯，分期是看一个叫肾丝球过滤率啦，你可以理解成考卷，满分假如120分，那就分90、60、30、15，就分1到5期这样子。那基本上3B 期就3期中的 B 期，就是肾丝球过滤45以下，才要开始限制钾离子摄取啦。就是正常，例如说大家抽健康检查，肾丝球过滤是90或者70。那实际上你这个时候还不需要限制钾离子，但是如果你的肾丝球过滤已经掉到45下了，所谓的3B 期以上，这时候你吃东西钾离子就特别注意啦。那像夏天，香蕉就一定要特别注意啊。我去吃香蕉真的是我觉得哈，就一般的肾脏病，如果肾功能不是很好的人，会特别注意说，哎，我们不要吃高钾的水果。但是还有一个案例，就是我刚开场也提到的，您有一位患者，他是吃西瓜吃到肺水肿，请教一下林医师，为什么肾不好的人吃西瓜也这么的危险呢？其实肾脏刚刚有提到说，肾脏是排水或者排毒嘛。那其实当你排毒出问题，钾离子可能是排不掉。那同样的排水出问题，水分会排不掉嘛？那所以我们一般来说，就是我们会建议说，病人假如你开始尿量变少啊，脚开始水肿，
这时候你就水分不要喝太多啦。但是往往呢，很多患者就知道喝水不能喝太多，但是他们不知道水果像西瓜就90%几都是水嘛。你吃这么多西瓜，那你其实大部分都是水分。你吃100克，那其实90克是水分嘛。吃半颗西瓜，那个水就整个积起来了。那还有一个是汤啦，因为夏天大家比较爱吃西瓜，冬天很多长者喜欢喝热汤。其实汤基本上也是我们认知上的水啦，所以这个族群的人呢，夏天吃水果要注意冬天喝汤也要注意啊。所以就说如果肾脏病的朋友们啊，就除了说，不要吃高钾的食物呢，其实有一些水分也不能够，就是应该是说水分的部分啊，也不能吸收的太多。那另外一个部分啊，我想请教一下您，如果说因为这个西瓜它其实营养还蛮丰富的嘛，那其实还有什么样的就是这些维生素呢，可以让我们身体可以更健康一点，然后也适合这些肾脏病患者的人来吃呢？其实西瓜本体呢，它不是高钾食物，它本体但是有甜分嘛，所以大家知道，你如果糖尿病，你要特别注意。但是如果西瓜你单纯只是吃几口，觉得夏天很热想消暑，我觉得这样子不错，你可以吃个一点点或者是一小碗，那都没关系。但是记得把它吃完以后，你跟其余的水分汤你都要少一点点，你不能说我今天都吃了这个西瓜，然后我的喝水量都还是要更多，那这样是不行的对对对。是，所以我们这样子听下来就是说是不是说只要肾脏不好的人，然后对于这群人来说比较危险的食物，或者是说饮食的陷阱，通常不是什么垃圾食物，而是吃太多我们认为健康的食物呢？这个部分我要好好的请林医生来回答一下我们。对，其实大家都会有个理解，觉得健康食物呢，就是实际上在各个年代有不同的定义啦。就是说以前的环境不好，我们很小时候或是长辈那个时候，都是建议多，糖分要高嘛。那现在的就说减糖减盐，那甚至说叫天然的最好啦。但是实际上呢，有很多东西天然就是不能吃啊，例如刚刚的香蕉够天然吧，但实际上它高钾就不大能吃。那还有一些像例如说杨桃。Star fruit，其实杨桃是肾脏病，我们第一个会告诫他不能吃的，因为吃太多会中毒啦。然后还有一些是大家比较迷思的，例如说我们自己小时候或者是长大有听过，五谷米会比白米来的好，但是实际上五谷米呢，其实里面的磷钾都比一般的白米来的更高。那还有一些就是大家为了怕说我吃太咸会高血压会肾脏不好。所以呢，他们会特别去买低钠盐但是实际上低钠盐的盐呢，是大家知道我们盐分是 NaCl 嘛，氯化钠，那它实际是把氯化钠变成氯化钾，所以低钠盐的钾反而是非常非常高啦。那还有一些就是大家听过的坚果嘛，坚果类可能大家觉得好吃，然后好像又蛋白质很高，但实际上坚果类这些都是我们所谓的高磷高钾的代表啊。对对对对，哇，所以林医生，我这边就想请教你，所以这个低钠盐呢，如果是肾脏病的患者或者是肾功能比较弱的人呢，尽量不要用低钠盐，是这个意思吗？对，没错，我之前就有病人，就是钾离子一直都高，然后我们会开一个叫降钾粉去降他的钾，然后后来呢，询问起来发现，哇，他一直吃低钠盐，因为他觉得盐分不好，所以他以为低钠盐比较好，但实际上肾脏病的不建议吃低钠盐呐。对对对对对。那现在像坊间很流行啊，什么精力汤啊、蔬果汤啊这些的，对于就是肾功能比较弱的人，是不是也是有一定程度的危险呢？对，就是假如大家说自己要去拜访那些探病啦看那些人，有些往往会带一些补品嘛，或者说像精力汤啊、蔬果汤啊，或自己打的汁。那实际上要提醒大家，这些果汁类的因为大家知道我们钾离子是最多是在细胞内，动物细胞或植物细胞内啦。当你破坏这些细胞的时候，钾离子就会跑到外面的水分嘛，所以你的精力汤啊、果汁啊。蔬果汁啊，这些都是高钾的标准代表啦，所以大家注意天天它是很天然没错，但是当你把它打成汁，你给他们喝，反而会对它不是很好啊。对，那当然还有一个最近就是那个蛋白嘛，
大家很多是担心肌少症，所以会吃很多高蛋白。但实际上，我们肾脏病现在主流会建议大家不要超高蛋白就是蛋白质会变成我们身体的含氮废物嘛，含氮废物会是。我们肾脏去代谢。那你一直让增加肾脏的负担，它自然衰退的速度就会比一般人快很多啊。是，我想这个部分呢，可能我们都会觉得啊，就是刚才林医生解说的时候，就更是让我觉得这句话非常的有道理。就是其实食物没有绝对的好坏，只有适不适合我们这个时候的身体状况。我觉得这真的是大家要特别注意，因为我们有经常告诉大家什么食物是最好的啊，然后哪些是 super food 啊，你应该怎么吃啊。可是其实有些食物 super food 并不一定合适你的体质，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你个人的体质是适合什么样的食物。当然，我们可以知道哪些食物对您的健康是好的，然后你再去挑选哪一些食物是适合您的。好，我们在继续跟林医师讨论下一个问题之前呢，我先快速的来进一个快速的预告时间了。其实说到50岁啊，是一个很重要的分界线哦。那我其实做健康这么久，我做12年了。我一直在思考，这个年龄段呢，因为我们很多观众也是都是40-50岁啊，也有些是刚好要跨50岁，有些是50岁以上。那大家都在找说什么样的方式呢，可以来保养我们的身体？当然吃好睡好，我觉得这是基本的配备。后来呢，我其实呢想到这个问题，我就跟一个日本的老牌公司合作推出这款黑参，叫玉宝黑参。其实呢，是给自己除了给自己之外呢，也给我们的家人做一个健康的补助。那因为黑参经过9次的蒸晒之后呢，它会去掉人参的这种燥热性，留下了温性，甚至它的人参皂苷含量比一般红参要高37倍。其实我们说到人参皂苷，在西方有大量的研究，它可以帮助调节免疫功能啊，抗发炎，还有抗氧化，提升我们的体力，减少疲劳感。最重要的是，它可以帮助维持认知功能。其实包括英国还有一些西方的研究团队也发现了，人参皂苷可以影响我们的记忆力、专注力还有认知的表现，也是这几年被列为健康老化跟脑部保养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我想很多人也会担心失智的问题，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那同时呢，人参皂苷可以维持血糖还有心血管的健康，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会选择这一款玉宝黑参的原因。所以我想推荐给大家。那这个现在我们有在做父亲节、88节的活动，因为我知道现在虽然是在6月底，可是大家都会提早开跑，也希望大家可以把这个礼物相关的礼物准备好给您的父亲，或准备好给自己。我把相关的资讯放在影片底下的说明区还有留言区，如果你有兴趣了解更多的话，可以去看看。好，我们继续跟林医生来讨论一下有关于肾脏病的问题，因为我们经常听说吃太油、太咸、太甜都会伤肾，所以这一类的食物啊，人们也会觉得比较有警觉。但是如果说感觉健康或是口味没有那么重呢，反而就容易忽略，像比如说香蕉啊、西瓜啊，就这一类的食物。所以林医生请教您，像这种很爱吃蔬果汁啊、吃沙拉呀、三明治等等，我们所谓的轻食类的食物，我想请教你，这个轻食真的是比较健康吗？对，其实轻食以前在念医学系之前，我也觉得真的很健康，因为吃起来但很比较清爽嘛，然后负担也比较重。但后来来了解，就轻食是主要是针对热量跟体重设计的它并不是针对我们肾脏设计的它是热量真的比较少，所以你摄取的同样的体积，它吃的热量是少的嘛，所以自然而然会有瘦。可是呢，当然有几个像我们常常会去的轻食里面很多含蔬果汁嘛，刚刚有讲到，它其实在破坏中高钾就是标准的嘛。那另外就是沙拉，大家觉得生菜沙拉没有问题，但是实际上它会加很多，像我自己很喜欢吃千岛酱。这个时候千岛酱就是非常高我也含很喜量的钠，欢吃，现在比较不敢了。对，就是吃一下就觉得就是觉得很清爽嘛，然后还是有味道，我觉得我吃的好少，但实际上这种酱料类的就是磷钾很高的代表啦。那再来就是我常常去吃一些就轻食，多多少少不会有一些饭啊面啊，但是常常会有一些三明治这一类的，我可能加了一堆东西啊，蔬菜啊，cheese 啊，火腿啊。但实际上呢，cheese也是高钠代表嘛，它盐分超高的。那火腿呢这一类的人工加工品的磷跟钾都是很高啦，所以实际上大家觉得真的分量不多，吃起来也不会觉得肚子超饱，可是你的磷钾摄取甚至钠的摄取都
蛮高的啦。所以轻食呢，实际上是为了热量设计，但是它并不是为了肾脏而设计的啦。对，所以大家判断呢，不能靠口感清不清爽或成分适不适合啦，要轻食是不是不能吃，但是不能因为它轻就放下这些戒心啊。哎，对，是，我觉得林医师您，我想您就是担任就是肾脏，您应该接触很多，就是您的病患大部分都是肾友嘛。那这个肾脏病的患者真的是在饮食的部分有很多的各种不同的陷阱，而且各种不同的细节真的是要留意一下。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资讯呢，对于民众来，尤其是肾功能比较弱的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那么我们另外再讨论，因为最近有很多人哦，因为夏天到了，大家说啊减肥啊健身，然后都吃高蛋白的饮食。像大家，我觉得健身的朋友一定是少不了鸡胸肉，还有乳清蛋白或者是蛋白粉。那蛋白粉也是，就像刚才提到，很多人就会为了增肌减脂啊，我要吃很多蛋白粉，但是也有人说吃太多的蛋白粉就会让我们的肾脏过劳，然后太久了就会伤肾。请教一下，真的吗？哦，其实这个问题呢，也是大家吵了很多年啦。那我觉得这个是，答案比较适合叫做，要看你自己肾脏是健康还是已经受伤的啦。同样一份乳清蛋白对这两种人的意义不同啦。例如说你是肾脏正常的，以目前的医学证据来说，你高蛋白饮食并不会你一直长期吃高蛋白就出现肾脏病。反而你在吃高蛋白，很多人会跟你讲说，我的肾丝球过滤率是增加的，这种叫超过滤状态啦，就是你的肾脏会做很多功嘛，所以你看起来它的产值是增加的，但实际上是对肾脏是一个个负担啦。但是第二件事情是，如果你肾脏已经受伤了，我举比较严重的例子是，你假如一颗肾脏已经快坏了，靠另外一颗在撑，那剩下的那颗肾脏你给它这么过量的蛋白质，那基本上就增加它的刚刚说含氮废物嘛，我们的员工过劳了，如果你的员工已经过劳，已经快到离职了，你又再增加就是增加它 loading，那当然它就会跑掉了嘛，所以它自然离职的比较快啦。所以如果你是那个肾脏已经不好的，就不建议高蛋白啦。那但这边有一个要提醒大家的哈，是现代人呢很少真的饿肚子。我们饿肚子通常是自己选择的，通常大部分都是只会过量啦，所以实际上我们会建议大家从过量拉回适量啦。所以蛋白质不会无缘无故吃坏一颗健康肾脏，但是它会让受伤的肾脏坏得更快啦。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比如说像我们市面上有很多的这种乳清，应该是说乳清蛋白，或者是说高蛋白的这种乳清饮料，那这些饮料也是算是有一种高蛋白的含量哦，这些可以吗？就是比较简单计算方法，就是我们每天每个人例如说你现在60公斤好了，那你就每公斤体重是1，就是你可以吃到60克的蛋白质。就是假设你今天都不吃其他蛋白质，只喝乳清蛋白，就是吃60克，那你只要超过1.2，我们就叫高蛋白。你有60克，60公斤，那你吃72克，那你就是高蛋白啦。那现代人我会建议说，如果是你有肾脏病，现代的医学的主流肾脏科会建议在0.8。就是你60克，你可以吃到48克蛋白，至少这个剂量是不会过量的啦，尽量不要吃太多啦。所以同一个人，肾脏不同，例如说30年前肾脏好，跟30年后你肾脏不好，你吃的量意义是不一样啦。像我之前有个病人，就是他跟他那个肾脏病的病人跟他女儿两个相约去减肥嘛，然后两个都吃一样哦，那妈妈不久就洗肾了。女儿就整个瘦下来，变得很漂亮。可是妈妈就是肾脏就坏掉，就是肾脏已经快不行了。你要尝试做运动，吃高蛋白，最后导致那个本来没想到那么快洗肾，就很快就洗肾了。所以对于一些肾脏病中后期的，不建议要用高蛋白去增肌减脂啊。这一块是大家会想要好的体态或想要好的肌肉，但是对于这个族群人，营养很重要，但是营养跟肌肉不见得是对等的啊。
这个提醒真的很重要，尤其现在因为夏天到了，吃水果，一开始我们讲的水果，还有就是减肥的问题，可能很多您刚刚提到这个案例，可能妈妈本身她不知道她自己的肾脏功能是已经下降了，所以这个部分可能就要借由检查你的肾功能。我也会建议大家，就您可以去检查一下你的肾功能，看看你有没有正常，你可以在饮食上面做一些什么样的调整，因为现在大家就是对于做健检应该是比较普遍存在的一些基本的知识嘛，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去检查看看，然后了解自己的健康的状态，然后再去做饮食调配，我觉得这个是比较理性一点的。好，那我们再来讨论一下，因为有一位是东北大学名誉教授，他是同时也是日本肾脏科医师，叫上月正博，他有提到说有6类食物是他不碰的，比如说刚才讲的香蕉啊、培根，然后鱼浆制品，还有 cheese， 还有泡面、吐司，还有蔬果汁。我觉得这个一看这6样好像天天存在于我们的早餐里面。请教一下林医师，您自己有没有这一类被您列为是不吃的食物清单吗？其实我是最不吃青椒的啦，不过这是我自己口味的问题，不是为什么？不是青椒不好，对，所以我不喜欢吃青椒啊。那我自己个人我自己比较简单少碰的，就是第一个是加工肉啦，就是大家知道在无论肉品在过程之中会添加很多东西嘛，有香肠、培根、火腿啊、贡丸这一类的磷酸盐，尤其是无机磷特别多。好，无机磷跟有机磷差最多的就是无机磷吸收率是100%，就是它有多少你就吸收多少。那有机磷就是说，它虽然是天然里面有的，但它吸收率不会到100%，有些甚至有20-30%啦。那再来就是一些人造的饮料啦，那例如说像你无论是奶精或是鲜奶这一类泡的，全部都是奶制品，都是高磷的代表啦。啊，对于自己的肾脏呢，你就一个非常高的渗透压，比如说无论是甜度，无论是咸度，或者是里面的料，都让你的渗透压非常高，无形中增加我们肾脏的负担。那同理还有一个叫做泡面嘛，这个大家都知道，泡面或即食的那个都超咸的那个你喝汤都很咸。它同理还有一些浓汤啊、火锅的锅底啦，我觉得这个都会建议我自己会尽量少碰。对，就是例如说真的是你真的是大家都订饮料，那我就尽量选不要那么高渗透压的。那当然这些饿肚子也不要特别去吃泡面啊，会建议这样子。对，是泡面真的是绝对，应该是说以肾友来说是绝对禁止的食物，但是一般健康的人也是尽量不要，对不对？以肾脏科医生的这个角度来看，是不是建议大家真的是尽量不要吃泡面这一类的东西了？对，你就把那些调味料统统加进去，里面的面都煮出来。那这些你做真的，你还把那个汤喝掉，那就把所有的东西都灌到肚子里面。那最后不是便排掉，就是我肾脏排掉嘛。那你对这个肾脏是非常有负担啦。你连续吃不只会胖啦。所以简单说，大家就越接近食物原本的样子呢，对我们肾脏越轻松啦。你加工越多，那磷跟钠就会多一层啦。是，说到这里，我还真的要稍微tag 一下我的朋友。我有个朋友啊，他真的很可爱，他就是会煮一锅，就是像火锅这样，因为大家喜欢吃一点火锅啊，有汤啊，然后有料啊，然后他很可爱，他有时候就是会2-3天都吃那火锅。后来就是直接我就把它禁止了，我说你绝对不可以这样吃，因为这样子你的磷啊钠都已经超标了。这个时候，因为很多人会觉得我吃原型食物啊，我都放香菇啊，我都放面啊，或者我都放菜啊，我都放肉啊。可是这锅汤呢，真的是已经磷跟钠真的是已经太爆表了，所以大家在吃这些你觉得健康食物的时候，必须要再去想一想。那个汤本身呢，有没有真的是让这个磷跟钠都爆表？所以还是要特别注意就不要像我朋友这样，他真的是不知道，所以后来提醒他就去调整了。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其实我们有时候也不会真的去留意到自己平常吃的食物有哪些问题，因为我是做健康节目10几年之后，我就发现了，我真的是会开始注意我每天吃的一些东西，然后稍微看一下，然后甚至也是互相要提醒。有时候我觉得它很好吃啊，然后我也觉得偶尔吃一下应该没关系。当然
偶尔吃一下没关系。但是如果肾脏有问题的朋友，就真的尽量就不要，一定要注意好我们的口腹哈，因为很多人也不知道自己的肾脏其实已经是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可能大部分的人都知道说有泡泡尿啊，可是等到泡泡尿出现也是比较晚了，所以我们这里还是要请问一下林医师，我们的肾脏呢会有哪些求救的讯号，会有哪些方法可以让我们提前发现就是肾脏的健康状况呢？其实得说我们肾脏是非常沉默的器官呐。等你有对，伤害的，几乎都到中后期了。它是一个，就是我们还是用员工嘛，就是我们只是员工来说的话，员工当你少一个人，把它超爆了，少一个人，其实你的数字是不会有差的，因为99个人可以多做那一个人事啊，轻轻松松。但是当你员工少到一半，50个人，这时候你产值就不会是100人，就开始往下掉。那这边会出现的几个。你的员工太超，他会做什么？他会漏很多东西，漏出不该漏的东西，例如蛋白尿。当他继续超下去，他的毒跟水就排不出去嘛，毒就渐渐累积了。那我们有一个简单的口诀叫做泡水高频倦泡泡尿、水肿、高血压无法控制、疲倦，然后贫血，大概是这几个都是泡水高频倦是比较好记得的。但是要记得，它实际上是在很后面的，几乎都是第三期以后才出现的所以假如说大家最建议大家叫做每年做健康检查啦。因为实际上现在的健康检查呢，都是一定会包含几个，就是第一个是验血嘛，验血我们一般是看肌酸酐验血就是计算我们的肾实球过滤率，验尿看有没有血尿，看有没有蛋白尿，这是相对便宜的嘛。那当然还有一个部分也会建议高血压，量血压，因为血压是不痛的啊，你自己在家里买一台，天天量也没关系，又不会不舒服啊，只是顶多换电池这样子而已。所以我觉得这些站在预防医学的角度呢，都会建议说，大家如果不要有症状出来的话，你这些每年都可以去做一下，甚至买一台血压计，这样子天天量，也没关系啊，我觉得这样子也很好啊。是，所以您特别提到，就是我们量血压，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有关于肾脏健康的一些检测，所以还是要特别。那我可以请教一下林医师，您有没有特别要提醒哪一些族群的人，一定要积极的去做一下筛检呢？第一个是糖尿病是一定要检查的啦因为糖尿病基本上是一定伤肾脏，应该是说倒过来，我们洗肾的病人有一半以上都是糖尿病害的，所以你有糖尿病，你终究会走到洗肾，只是这个时间点是何时。如果120岁、150岁，那当然就你可能到你这辈子终点都不会有，但是基本上糖尿病就会。那第二个是高血压，它也会伤害我肾脏，所以基本上你糖尿病、高血压。那第三个是你有家族史，如果例如说像现在你的爸爸妈妈，已经在洗肾了，或者是你的阿公阿嬷当时好像肾脏坏掉而挂掉了，这个时候你可能就算是有家族史啦。那还有一个是大家很常见的，叫做你常常吃止痛药，例如说你就是痛风啊，或者老人家膝盖不舒服啊，或是3C 要看那个肩颈酸痛，长期吃止痛药，因为止痛药有一种叫做 NSAID 的非类固醇类的止痛药，标准是会伤肾脏的啦。那还有第6个就是我们的年长者就像我刚刚提的，我们的员工是随着时间会慢慢退化的，年长者的肾实球过滤每年都会退步我们30岁以后都退啦。例如说我现在100好了。我每年会退1.2到1.5，这个叫做正常速度。所以年长者基本上就是我们肾脏病的高风险群呐。那最后一个就是你已经有痛风或者你心脏有问题。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你心脏有问题，例如说你是什么原因害的嘛？高血压、糖尿病或高血脂害的，那它会害你心脏，当然也不会只害你心脏嘛，也会害到我肾脏。所以基本上你有一些慢性病史的。都会建议你还是要加验一下肾脏功能啦，至少每年去检查一次。因为现代医疗都不猜测嘛，做检查就知道你到底正常或不正常了。不会说有些人来看病就说，我觉得我好像肾脏病我说，这个我们就不用猜，不用像以前说我去算命的，现在是有抽，你的肾脏功能正常就正常，异常就异常啦。因为毕竟我们肾脏是一个很努钝的器官建议不要等到有伤害症状再来。所以建议说定期检查其实呢前期一点都不可怕。例如说你现在肾实球过滤是90，那可以预期到你人生的终点，例如还有50年，
那可能你到你100岁都还没洗肾，这样子就很 OK 了啦。所以早期发现，早期预防，你人生的终点，你肾脏可能都还是彩色的啊。林医生，我觉得您最后这一段哦，其实也是提到也是给大家一个提醒，就是说，不要觉得有担心，因为现在，早点检查了，我们早点控制好，其实还有很多现在的医学技术，其实是可以帮忙大家把肾脏照顾好，或者是说，当你知道你自己的肾脏功能慢慢开始在变弱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调整你的饮食啊，你的生活啊，我觉得都是可以提早预防的。好，那最后我还是想，因为肾脏大家都非常关心，那可不可以请林医师在最后帮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因为可以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好吗？其实肾脏病呢，它是一个，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大公司，它是拿来做排泄的嘛。你要怎么让你的大公司在人生的终点不会需要外来公司接手嘛？例如说，你公司人都跑光光了，那当然就人家并购你嘛。所以这时候你要做的事情是对自己员工好一点点，减少他的负担。所以基本上你有慢性病，例如说高血压、糖尿病、肾脏病啊，或者你是年纪已经很大了，这个时候你就是好好保养，好好对自己的员工好一点啦。不要让他增加他的负担，最后还没到退休年龄就走光光了。那这个时候你就只能外来公司来并购你，你就只能牺牲了啊。好的，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林轩任医师为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解说。我们希望大家到最后都不用去透析室，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那我觉得我们其实尤其台湾人台湾是一个洗肾真的是人口比较多的地方。那我们期待下一次也能够再邀请到林医生来帮我们讲怎么样去保养好我们的肾脏，然后同时呢分享更多的您的健康知识。再次感谢，谢谢林医师，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我想很多人以为就是照顾肾脏就是少吃盐、少吃油，真的我们都是这样想的。但是有些看起来天然又健康的食物如果你不符合自己的身体状况，也会成为负担。比如说我们今天提到的香蕉啊、西瓜、蔬果汁还有蛋白粉，不是说你完全不能吃，而是要您先自己知道你的肾功能状况，你再决定要怎么吃。吃多少？因为同样一种食物对健康的人可能是营养，那对肾功能下降的人可能是会带来风险的。好的，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帮助大家建立正确的观念，因为养生不是说盲目追求健康食物，而是了解我们身体的需求，然后做出合适自己的选择。如果您身边也注重养生的朋友记得把这集节目分享给他们。好的，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